19世纪塞尔维亚农民预言家预言几乎全中，他曾言中2次世界大战，预言第3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，人类丧钟已经敲响，只有一块陆地能成为避风港。他到底说了什么？真有这么神奇吗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1918年，当第1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，塞尔维亚一个叫扎哈里奇的神父正在向子孙交代后事。不过他的遗嘱并非什么财产分配，也不是葬礼规格，而是叮嘱后人要保管好一个笔记本。这个笔记本已经十分陈旧，看起来十分普通，但神父一家却对他十分重视，因为这个笔记本中很可能记载了未来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大事件。他们对此深信不疑，因为笔记本中讲述的第1次世界大战已经真实发生。那么这个笔记本是怎么来的呢？里面的预言又是如何出现的呢？以下内容源于塞尔维亚的传说，请大家理性观看。这件事还要从19世纪30年代说起。当时扎哈里奇已经是当地极受尊重的神父，还是当地不少孩子的教父。这一天，一个名为塔拉比奇的教子满脸心事地找到他，希望教父能够为他解惑。塔拉比奇是塞尔维亚克雷姆纳村的普通农民，于1829年出生。他没有上过学，以种地和放牧为主。扎哈里奇非常喜欢这个教子，因为他是典型的乐天派，从不因为生活琐事而烦恼，心态非常积极。而这一次他愁眉紧锁，是因为他遇到了难以抉择的大事。原来塔拉比奇声称自己从10几岁的时候开始，就经常看到一些奇怪的画面，这些画面内容十分奇怪，很多东西他根本无法理解，而且画面里还会发生很多事情。这些事情明明没有在现实中发生，却看起来那么真实，让他根本分不清虚实。塔拉比奇最初非常害怕，他将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叔叔。叔叔听后并没有感到惊奇，因为他经历着同样的事情。叔叔告诉塔拉比奇，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遥远的未来，谁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真实发生，但你一定不要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，因为只有上帝能看到未来，而我们会被看作异端。塔拉比奇听后十分害怕，也将叔叔的叮嘱牢牢记在心中，再也没有和任何人谈论他看到的未来。数年之后，塔拉比奇的叔叔去世，这个秘密从此只有他一人知道。然而此时他却生出一个想法，那就是把预言记录下来。他认为上天赋予了他这种能力，就是要借自己的嘴把未来告诉世人。如果自己不讲出来，和叔叔一样默默死去，这些事情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。不过他也担心成为异端，因此他找到了自己最尊敬的教父，希望从教父这里得到指示。扎哈里奇作为一名神职人员，他完全相信神迹的存在。他认为既然无所不能的上帝赋予了孩子这种能力，就应该让这些事情得到传播。于是他鼓励塔拉比奇讲出未来，而他则负责将一切记录下来。这就是神秘笔记本的来历，这就是著名的克雷姆纳预言。后来这个笔记本一直由教父保管，直到1943年教父的后人家里遭遇火灾，使得笔记本损毁，幸好还有一部分内容得以保存，才让塔拉比奇的预言流传于世。那么他到底说了什么呢？19世纪塞尔维亚先知言中2次世界大战，留下一本笔记，透露第3次世界大战细节。笔记中写了什么？在有记载的预言内容中，有一条预言提到，当国王和王后被暗杀后，卡拉格奥尔格维奇成为统治者。结果真如他所说，塞尔维亚和土耳其的战斗打响了，还有3个基督教国家同时对土耳其展开进攻。这次事件说的正是1903年一名卫兵杀死了塞尔维亚国王夫妇，使得卡拉格奥尔格维奇掌权的事件。9年后，塞尔维亚、希腊、保加利亚和黑山一起同奥斯曼帝国开战，史称第1次巴尔干战争。当然，仅凭一次事件还不足以让人们相信预言的真实性，但接下来的数据预言才真的让人细思极恐。第2条预言提到，当战争结束后不久，第2场战争又打响了，一支强大的军队从河对岸侵略我们，摧毁了我们的一切，我们根本无法抵抗。然而就在我们绝望到要放弃的时候，一个骑着黑马的聪明人带领我们的军队战胜了敌人，将他们赶回了河对岸。这里说的就是第1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，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发动战争。最开始塞尔维亚毫无抵抗之力，直到英雄亚历山大·米西奇将军得到指挥权，逆转了战局，并将侵略者击退。然而这并非战争的结束，塔拉比奇又看到，在这场战争结束后，一支超级强大的军队从北方赶来，没有任何人能抵挡他们的进攻。
萨尔维亚陷入3年黑暗期，无数人在这一期间死去。好在我们的军队在国外得到了保存。3年后，他们乘船回家，夺回了我们的土地。这段预言和第1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。德军从北方开始进攻萨尔维亚，并于1915年12月彻底掌控了这里。萨尔维亚政府只能流亡海外，并在那里集结休养。3年之后，他们与其他国家组成盟军，将德国侵略者赶回老家。此外，塔拉比奇还看到了一些与教父有关的事情。他告诉教父，你无法看到战争彻底结束，因为你会在战争的尾声死去。让人难过的是，你的2个孙子，一个会死在你前面，一个会在你之后死去。而教父扎哈里奇之所以完全相信这本预言笔记，就是因为他目睹了孙子的死亡。最可怕的是，这本笔记不但记载了1战，更是详细描述了教父死后的2战，甚至还有关于3战预言。第3次世界大战或将来临。萨尔维亚先知塔拉比奇对此做出了详细描述。他声称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免遭战争袭击，他说的是哪里呢？在1战结束后，塔拉比奇继续说道，我们会迎来一段时间的和平，但它并不会持续太久。我们的王国将再一次被邪恶外国军队入侵，整个欧洲都被扭曲的十字架统治。我们都知道法西斯的标志正是一个弯曲的反十字架，这里说的自然是德国发动的2战。塔拉比奇表示，最终我们没有反抗之力，俄罗斯也不会参与战争。但后来他们也受到了邪恶军队的攻击，于是一位红色沙皇开始了反击。当德国入侵苏联后，这个红色苏联终于加入了战争。而对于2战中的萨尔维亚，塔拉比奇表示，一个额头上有星星的男人会带领我们进行反击，邪恶敌人对其展开追捕，不过一切都是徒劳。后来这个男人凝聚了一支强大军队，将敌人赶出我们的家园。此时的我们将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大。2战时，正是在共产党人铁托的领导下，萨尔维亚人赶走了法西斯，并将南斯拉夫建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。对于2战之后的世界，塔拉比奇也进行了描述，比如许多新兴国家会出现，一个国际法庭开始成立，这个法庭将高于一切国家，不允许各国战争。但凡有战争出现，法庭都将给予公正的审判，将屠杀转化成爱与和平。关于2战之后的世界，塔拉比奇还说了很多，比如汽车、飞机和手机的出现，比如新冠疫情的爆发。不过人们最关注的还是第3次世界大战。关于3战，塔拉比奇是这样说的，当人类更多的开始冥想时，他们的智慧将更加接近上帝，只不过为时已晚，因为邪恶的人已经侵略了整个地球，无数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，空气和水都受到了污染，人们只能逃到农村乡下，寻找有3个十字架的山脉，因为这里有干净的空气和水。但很快饥荒也会降临，无数人又因饥饿而死去。如果你忍不住饥饿，吃了某些东西，那么你会中毒而死。只有忍住饥饿并坚持下来的人才能活下去。而关于战争，塔拉比奇表示，这场战争有很多奇怪的武器，当它爆炸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，反而让人都陷入了沉睡。这种武器塔拉比奇没有见过，同时他还给人们指出了明路。他表示，只有一个国家没有受到战争波及，它被大洋包围，面积像欧洲一样大，这里没有任何炮弹落下。那些带着3个十字架的人跑到这里，将得到庇护和拯救。对于这个救赎之地，很多人认为是澳大利亚，也有人认为应该是更偏僻的南极。克雷姆纳预言到底是不是19世纪的塔拉比奇所写，没人能证明，大家还是当故事听听即可。希望世界和平，远离战争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